在鹿野苑的寧靜草地上，他遇見了5位昔日的苦行同伴。面對他們的懷疑與不解，佛陀平靜地宣說了他證悟的核心：4聖諦與8正道。這不是一套遙不可及的哲學，而是清晰指認痛苦、剖析其根源、確認解脫可能，並給出具體路徑的生命地圖。當真理之音落下，5位比丘豁然開朗，心靈第一次被真正的光明照亮，佛教史上第一個僧團就此誕生。法輪開始轉動，智慧的光芒將從這6個人開始，照亮2500年的漫漫長路。這是一次分享，也是一場偉大旅程的起點。第一場景：等待與抉擇。佛陀獨自立於菩提樹下，目光深遠，晨光穿過葉隙形成光暈。覺悟是結束，更是開始。成道後的佛陀在菩提樹下靜坐了49天，他沉浸在那無上的喜悅與平靜中。但同時，一個問題浮現了：這穿透生命迷霧的智慧，這熄滅一切痛苦的道路，該如何訴說？又有誰能夠聽懂？他觀察世間，看到眾生沉浸在無明中，被慾望的繩索捆綁，在生老病死的輪迴中浮沉。他所證悟的真理如此深邃，如此反常識。他告訴你，你執着的一切都不是我，你追求的一切都會帶來痛苦。這樣的法，世人願意聽嗎？能理解嗎？然而，慈悲在心中升起。他想起自己曾經歷的迷茫與求索，想起那些同樣在黑暗中摸索的人。他想起了5位曾與他一同苦行的同伴，他們是坚韌的求道者，曾因他放棄苦行而失望離開。現在他們或許能聽懂。於是佛陀動身了。從菩提伽耶到鹿野苑這段路，他走了很久，每一步都在觀察因緣，每一步都在準備着一場將改變人類精神歷史的演說。等待不是因為遲疑，而是因為尊重真理，尊重聽者的心。第2，重逢鹿野苑。佛陀在鹿野苑草地上，5位苦行者遠遠站着，面露懷疑與警惕。鹿野苑，一個寧靜的地方。當佛陀的身影出現在遠處時，那5位苦行者焦晨如等人遠遠就認出了他，但他們沒有迎上來，相反，他們互相示意，看，那個放棄苦行、向慾望妥協的喬達摩來了。我們不要理他，不要起身迎接，不要給他禮敬，因為在他們眼中，佛陀放棄了最嚴苛的苦行，接受了牧羊女的乳糜，這等於背棄了求道的正道。他們的心中充滿失望與不屑。佛陀緩緩走近，平靜地看着這些昔日的同伴，他們的臉上寫着疲憊、懷疑，還有修行未果的挫敗。佛陀沒有解釋，沒有辯白，只是以那雙覺悟者的眼睛慈悲地看着他們。神奇的事情發生了，儘管他們心中決定不禮敬，但當佛陀越來越近時，某種無法言喻的威儀，一種從未見過的安詳與力量，讓他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。其中一人接過衣缽，一人準備好座位，一人端來洗足水。他們不自覺地做出了弟子对老師的所有禮節。他們問喬達摩：你看起來如此安詳光明，你找到那條道路了嗎？佛陀微笑着说：是的，我找到了，請聽我說。懷疑的堅冰在慈悲的目光中開始出現第一道裂縫。第3場景，初轉法輪，說法核心。佛陀結說法印，5比丘圍坐，空中隱約有法輪虛影。他們坐下了，在鹿野苑的草地上，5雙眼睛帶着懷疑，也帶着最後一絲希望，望向這位曾經的同伴，現在的覺者。佛陀開口了，他的聲音平和，卻充滿力量，每個字都像清泉，直接流入乾渴的心田。焦晨如，諸位朋友，世上有2種極端，修行者不應追求。哪2種呢？一是沉迷於感官慾望，這是低下的、粗俗的、凡夫的、不神聖的、無益的；2是自我折磨的苦行，
這是痛苦的，不神聖的，無益的。我捨棄了這2種極端，找到了中道，它能帶來智慧，導向平靜、覺悟和涅槃。這就是八正道：正見、正思維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。他停頓了一下，讓這些話沉澱，然後他说出了那個將照亮此後2500年的核心框架。而這條中道基於4個神聖的真理，四聖諦。5個人屏住了呼吸，他們感覺到某種超越他們所有經驗的東西即将被揭示。第4場景，阐釋四聖諦，苦集滅道。畫面中浮現4個象徵性徽章，分別代表苦、集、滅、道。第1，苦聖諦。佛陀的聲音平靜而堅定，生命本質上包含着不滿足、不圓滿。生是苦，老是苦，病是苦，死是苦，與所愛的分離是苦，與所惡的相聚是苦，求不得是苦。簡單說，執着於這個無常變化的五蘊身心就是苦。苦諦，這不是悲觀，而是清醒地正視生命的真實之地。第2，集聖諦，苦的起因。苦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它起源於渴望，對感官快樂的渴望，对存在的渴望，对不存在的渴望。這種渴望根植於無明，對事物真實本質的無知。集諦，找到問題的根源，才能解決問題。佛陀的目光掃過每一個人，看到他們眼中開始閃爍的理解之光。第3，滅聖諦，苦的止息。當這種渴望被完全放下、熄滅時，苦就止息了。這就是涅槃，是無條件的自由與解脫。滅諦，希望不是幻影，解脫是可能的，是真實的。第4，道聖諦，導向苦滅的道路，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八正道。這是具體的、可實踐的、步步清晰的路徑。到底，這不是空談的理論，這是可以一步一步去走的路。第5場景，五比丘開悟。五比丘神情震動，有人掩面，有人仰天，有人怔住，內心被點亮。真理的錘子敲打在心靈最堅硬的外殼上。當佛陀說完最後一個字，一種前所未有的寂靜籠罩了鹿野苑。那不是沒有聲音的寂靜，那是所有內心的嘈雜，所有生命的疑問突然找到答案後的深深的寂靜。在焦晨如的心中，某種東西咔嗒一聲解開了。6年苦行未曾解決的問題，此刻清晰如鏡。他看見了，真正看見了苦、集、滅、道，不是作為概念，而是作為自身生命中流動的真實。眼淚毫無預兆地從這位堅毅的苦行者眼中湧出，那不是悲傷的淚，是冰封的河流在春日陽光下突然融化的聲音，是盲人第一次看見光明的震撼。我明白了，他喃喃道，聲音哽咽，我真的明白了。然後是第2個、第3個，智慧的光芒像接力般在5個人心中點燃。他們的面孔，那些被苦行和失望刻滿皺紋的面孔，此刻被一種無法形容的清明、喜悅和解脫照亮。他們看向佛陀，不再是看一位曾經的同伴，而是看一位老師，一位覺醒者，一位指路人。他們俯下身，行了最鄭重的頂禮。世尊，請教導我們。在這一刻，佛教歷史上第一個僧團，三寶中的僧宝，在鹿野苑的草地上誕生了。第6場景，法輪初轉，僧團啟程。佛陀手持法輪，五比丘跟隨其後，法輪虛影在天空中轉動。太陽完全升起了，金色的光芒灑滿鹿野苑，灑在這6個人身上。佛陀看着這5位最初的弟子，看着他們眼中新生的智慧之光，他知道真理的火種已經點燃，這火不會止於此處。走吧，佛陀說，為了眾人的福祉，為了人天的安樂，去四處遊歷，去分享這法。初善、中善、後善，這法是完整的。
是清淨的。這就是佛教中至高無上的慈悲覺悟，不是為了獨享那份寧靜，而是為了讓所有人都能從同樣的痛苦中解脫。佛陀起身，手中的钵從此不僅是為了自己的溫飽，更是為了承載眾生的信任。他身後的5個人也站了起來，他們的步伐不再迷茫，他們的眼神不再困惑，他們知道自己是誰，知道要往哪裡去，知道要做什麼。天空中仿佛有一個巨大的法輪開始緩緩轉動，它轉動的不只是一個人的覺悟，而是一條道路的開啟，一種智慧在人間傳播的齒輪的開始轉動。從鹿野苑開始，從這6個人開始，一場將持續2500年，將跨越無數山川與文明的心靈之旅啟程了。而這一切都始於那個清晨，始於那些簡單而深邃的話語，始於一個覺悟者對5個願意傾聽的心毫無保留的分享。法輪已轉，道路已在腳下。佛說：自依止，法依止，點亮自己，然後照亮人間。